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9月1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1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00.72，收盘价是304.42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05.49。最低价是在300.40，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4867.46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9 倍，量缩。KD 值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快线上穿了慢线，那双线呢现在是处于零轴的上方，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微小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的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12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实体小绿 K 线，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小于 2.5%， 没有上下影线，即使有呢，也是很短。那它的位置呢是在多头上涨的行进中。那在这里我们想说明一下，这个多头我们是对于单一 K 线而言，我们会看到连续5个交易日的上涨的 K 线都是头头高，底底高。所以呢，对于短期，我们认为它是在一个多头的上涨行进中。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反弹的行进中，因为对于更大的趋势呢，目前它仍然没有过前高，所以它依然是一个空头的趋势，所以目前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反弹的行进中。那这样的一根 K 线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当日的这个小绿 K 线它又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呢，在下方又留下了一个缺口。那这样的信号将是一个股价继续上涨的一个信号。那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，如果再次出现这样的实体小绿 K 线呢，容易形成碎步上涨。那或者说呢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也就是在这根休息的 K 线之后还可能会出现一个中长绿的 K 线，也就是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。好，以上呢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呢是上涨。那在上涨中呢，我们给出了2个预测的可能，一个是强势上涨，收盘价在308。那它的条件呢，当日必须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是不可以低于299的。那另外一个上涨的可能呢是小幅上涨，收盘在302.5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呢是当日应该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不高于304。好，这是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上涨。那另外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在291附近。实际在9月12日收盘价是在304.42，出现了上涨。
那至于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强势上涨，收盘价在308，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啊相差是比较大的，但是在盘中的走势和收盘价的位置的本质啊，都与预测的相符。也就是说，它当日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呢，收盘价站上了303的这条水平线，也就是收复了自8月24日以来的下跌。那这样的一个现象为股价的继续反弹啊，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上行。那我们会看到，目前股价的这个收盘价已经站上了3号趋势线。我们来看一下3号趋势线，我们定义的是在4月5日的最高和8月16日的最高定下来的一个趋势线。那么站上了3号趋势线，并且我们会看到它还站上了303的这条水平线。那股价如果上行，接下来的目标我们会看到就是314。那如果后续股价再站上314呢？我们把图缩小，我们会看到将建立底高，然后在这个地方超过314，会建立头高的这样一个多头的上涨趋势。那一旦建立这个多头的上涨趋势呢，那接下来的目标我们会看到上方一定是1号趋势线。1号趋势线是由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，在2021年的11月5日和2022年1月4日两个高点定下来的趋势，就是这个1号趋势线。那后续一旦再站上1号趋势线呢，那我们会看到为股价延续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2号趋势线上行就提供了一个支撑。也就是我们会看到啊，我们再重复描述一下，也就是一旦后续股价站上1号趋势线，如果再回档呢，1号趋势线将成为首要的一个支撑。然后再回档，如果再向上呢，我们会看到这个2号趋势线。对，那这将是股价如果上行，应该现在是按照这个趋势线来行走的。对，好的。那我们也会看到，股价目前在到达1号趋势线之前呢，还有一个压力位，就是在333.3，也就是在2022年4月26日的这个最高。好，那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对，这条线将成为股价如果继续上行突破1号线之前，它将成为是一个压力。然后我们再变换一下这个314水平线的颜色，因为如果继续向上突破，它将成为一个观察线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去除303这条水平线，因为现在已经站上它了。我们把图放大，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上方的两个目标就是314，然后有一个压力位在334，接下来的目标是突破1号趋势线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回档，我们把图放大，说股价如果发生了回档，那它的目标一定是要向下回补现在的这个299.85到300.40的缺口。我们再放大图，会看到3号趋势线和
9月13日当日 K 线的焦点是在300附近，也是在这个位置。那在这个位置还有前低，然后呢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98附近，也就是说，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呢，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个区域。那如果这个区域被跌破呢，继续向下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下方的这个缺口。那下方的这个缺口呢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缺口附近，所以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，这两个缺口附近将成为它下行的要突破的目标。好，我们再调整一下水平线，我们先删除这个矩形，这个矩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，是针对于9月12日下方的这样一个很宽的支撑区间。好，我们把它删除，不需要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条水平线上移到300，也就是说9月13日和3号趋势线的焦点在300附近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，在290呢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也是这个缺口的中线，那么它呢将是一个强支撑。好，我们作为下方的支撑线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把下方的2条线呢删除，这样我们可以让图更清爽一些。好的，好，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。对于9月13日股价的上行，上方继续反弹的目标是314，站上314呢，将会建立一个多头的上涨趋势。那下方呢，我们要关注30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是强支撑。那回档只有跌破了这个300这个位置呢，才会继续下行，当然下方还有一个支撑，对，在290。好，那么如果股价在后续的交易日既不向上突破，也不向下突破，那股价将会在314和300之间呢进行横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13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好，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305.5，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我们想给出是8月18日这个小红 K 的最高是306.5。这两个压力位呢比较接近。然后再向上的压力位就是314.66，是8月16日的最高，也就是这个站上它会建立多头。当然再向上的一个压力位就是333.3，是4月26日的最高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下方的支撑就是首先到来的就是我们下方画的这个水平线300，它是当日 K 线和3号趋势线的交点。然后接下来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298附近。那我们想再重复说明一下，这个地方呢，它也是一个强支撑，涵盖缺口，涵盖前低，还有3号趋势线与当日 K 线的交点，
同时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在这个附近，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强支撑。好，接下来第3个支撑是下方的这个缺口，包括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89到291之间。再向下的一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286附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9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出现强势的上涨。那如果是继续强势的上涨呢，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06，最高会到达318，收盘会收在316.8附近。对，也就是这样一个强势上涨呢，我们认为它会突破314，并且继续在这个地方留有一个缺口。那如果出现强势上涨的条件是它必须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不可以跌破304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强势上涨。好，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小幅的上涨。那如果出现小幅的上涨，它有可能是一个高开盘，也有可能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03，在这个位置，最高会到达310，收盘会收在308.5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9月13日走势的分析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